3月末的上海国际赛车场，风里还带着点初春的料峭，但维修区旁的空气早就被引擎怠速的低频震动轰得发烫。3月28日这天，王一博裹着厚重的防火赛车服站在数据墙前，目光像被定住一样，死死盯着屏幕上的实时遥测曲线。说实话，第一次在现场看到他这种状态，我真有点恍惚，这哪是带着光环来打卡的艺人，分明是个把神经末梢都绑在方向盘上的职业车手。很多人可能下意识觉得，赛车不就是踩油门、打方向、冲线吗？但真正下过赛道的人都明白，它是一场跟物理定律、生理极限和心理防线的硬碰硬。那天是2026 China GT 赛季前的首测，85号车手的身份牌安静地贴在胸前，风吹的赛道旗帜猎猎作响，他却连眼皮都没多眨一下。这种专注度，装是装不出来的，围场里的老油条一眼就能看出谁在体验生活，谁在拿命交卷。这次他手里的家伙事儿可不一般， Uno Racing 车队直接给他整了一台全新的梅赛德斯 AMG GT3 Evo。 丛林迷彩的拉花配上红黑撞色，85这个数字喷在侧裙上，隔着半个屁房都能一眼认出来。其实懂 GT3 赛车的人心里都清楚， Evo 版本在空气动力学套件、底盘几何和牵引力控制逻辑上都做了底层重构，开惯了旧款的车手重新上手，头几圈基本等于重新考驾照。但王一博偏偏挑了这么个硬茬。车队这次安排测试目标非常明确，给4月18到19号那场4小时耐力赛打底。耐力赛拼的不是单圈极限，而是长距离的节奏控制、轮胎衰减管理和体能分配策略。我个人一直觉得，敢在赛季前直接把升级款新车推上赛道找极限边界的车手，要么是对自己的车感有绝对自信，要么就是对自己够狠。看他绕着维修区走了一圈又一圈，跟工程师核对刹车偏压、差速器锁止率和 TC 介入曲线，那股较真劲儿确实让人没话说。仔细看他刚摘下头盔的样子，整个人确实比前阵子瘦了一圈，肌肉线条收得特别紧实，肩背的轮廓像被刀刻过一样。听说他这段时间一直在高强度练攀岩，这项目看着跟赛车八竿子打不着，但底层神经逻辑其实惊人的相似。攀岩要的是指力、核心稳定性和瞬间发力后的精准落点，而赛车在高速弯里对抗的横向 G 力、方向盘的路感反馈，还有刹车踏板那几十公斤的线性脚感，全得靠同样的神经肌肉记忆来撑。不过说实话，瘦下来对耐力赛是把双刃剑。优势在于车身重心转移更干脆，过弯时身体对抗离心力的负担小，操控反馈能直接传到脊椎上，但劣势也明显，驾驶舱里动不动飙到50多度，体脂率低的人散热快，脱水也快，水分流失稍微没跟上，心率曲线和乳酸堆积立马就会反噬。我常跟跑 GT 的朋友聊，赛车手的体能训练从来不是健身房里堆重量那么简单，他是把身体当成精密仪器在调教。王一博能把攀岩的耐力和爆发力无缝衔接到方向盘上，这背后的自律真不是一句天赋就能打发的。测试刚开始那几圈，他压根没碰油门到底。GT3 的刹车点、循迹弯心的切线，还有出弯时油门的细腻程度，都得一点点用屁股和方向盘去喂出来。上海国际赛车场那条赛道 T1 和 T14 的组合弯特别吃节奏，早半脚刹车或者晚半秒开油，圈速就能差出大0点几秒。王一博的策略很聪明，先保节奏，再抠细节，一圈一圈地刷，硬是把新车的脾气摸透了。遥测数据一出来，连车队技师都挑了下眉，当天的最快圈速居然把他之前在上海的个人 PB 又往前推了一截。别看就快了 0.1秒，在 GT 级别里，这 0.1秒可能是刹车入弯早了5米，可能是弯中循迹更稳了，也可能是出弯牵引力控制介入的更柔和了。说实话，外行看热闹觉得快 0.1 有啥大不了，但内行都懂，赛车从来不是靠一脚地板油赢的，是靠成百上千个 0.01 秒的细节堆出来的。他坐在方向盘后面那种死磕数据的劲儿，真的让人挺感慨的。中午停表休息那会儿，他推开车门下来，头发早就被汗水糊在额头上，防火头套勒出的印子还没退。有人抓拍到他蹲在右前轮旁边，手指一点点摸着胎纹和胎温贴纸的色块变化，那姿势专业得像个跟了10年的轮胎工程师。工作人员递过去的水，他仰头灌了大半瓶，抹了下嘴，又折回计时屏幕前，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 Sector Time 和 Tire Degradation 的曲线。说真的，现在不少跨界玩赛车的明星，拍完照就走人，连换胎流程都认不全。但他不一样，他把每一项数据都当成交卷前的验算。我个人特别佩服他这种把热爱当职业干的态度。
赛车不是表演赛，轮胎衰减、刹车热衰退、油量分布，每一个变量都会在最后2圈要你的命。他蹲在轮胎边那种较真的样子，让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围场里那些老炮儿渐渐不再用玩票这个词形容他了。时间从来只给真正下苦功的人让路，其实回看他这几年的赛车轨迹，挺像一场漫长的去标签化过程。刚转型那会儿，质疑声就没断过，流量车手3分钟热度靠资源硬塞，这类帽子扣了不少。但竞技体育最残酷也最公平的地方就在于，他不听人设，只看成绩单。去年那场上海8小时耐力赛，车内温度高的连散热风扇都在咆哮，他硬是顶着脱水风险，把车稳稳带过终点线，拿下的名次让所有闭嘴的人重新戴上了耳机。今年新赛季，赛车升级了，迷彩涂装更扎眼，但真正让人眼前一亮的是他对比赛节奏的掌控力明显上了一个台阶。4小时耐力赛拼的是稳准狠里的稳，不能一上来就崩，也不能后半程掉速。我私下琢磨，他现在的心理建设已经非常职业化了，不跟别人比单圈，只跟自己比一致性。这种从想赢到知道怎么赢的转变，往往比技术升级更难跨越。抛开赛道上的硬核数据，他这身段和比例确实没得挑。丝服是那种干净利落的剪裁，赛车服一上身，防火材质的厚重感反而把它肩宽腰细、腿长比例的优势全衬出来了。阳光打在 AMG GT3 Evo 的碳纤维尾翼上，反光晃得人眯眼。他站在车旁调整护颈的那一秒，我突然有种错觉，这不是镜头前的唱跳偶像，这就是个被汽油和橡胶味腌入味的赛车手。其实我一直觉得，外形优势在围场里从来不是加分项，甚至是种负担。大家容易先入为主的盯着脸看，却忽略了方向盘后的汗水和淤青。但他偏偏用成绩把这种偏见一点点碾碎了。赛车服裹在身上，没有镜头打光，没有造型师整理衣领，只有头盔带勒紧下颌骨时的那股狠劲儿。这种去明星化的纯粹感，反而让他身上的魅力更立体了。毕竟，在时速250公里的直道上，没人 care 你昨天上了几个热搜，只在乎你能不能把刹车点卡在白线上下午的长距离模拟跑才是真正见真章的环节。车队安排了连续 stint， 模拟正赛的进站窗口、油量策略和换胎节奏。王一博一圈圈交车，圈速波动控制在极小的区间内，没有出现任何情绪化驾驶或者失误救车的情况。推回 P 房熄火的那一刻，他朝工程师比了个 OK 的手势，嘴角那点放松的笑意特别真实。很多人不知道，赛车手和车队之间的信任是靠无数个我懂你的反馈和我信你的调教堆出来的。他下车后第一件事不是擦汗，而是拉着数据分析师过遥测图，问刹车踏板行程是不是还可以再调短2毫米，出弯油门响应能不能再线性一点。说实话，这种永远差一点的饥饿感才是顶级车手的底色。竞技体育里最怕的不是你现在不够强，而是你觉得差不多就行了。他偏偏是那种还能再抠 0.05 秒的人。我常跟跑耐力赛的朋友说，能跟车队聊到深夜，把每一段 sector 拆解到毫秒级别的车手，离 podium 真的不远了。一天的测试收尾，他走出驾驶舱，用手背随意蹭掉额头的汗，跟团队开完 debrief 就默默收拾装备。没有粉丝接机的喧闹，没有镜头追逐的阵仗，只有引擎余温和轮胎焦味陪着这个年轻人走向出口。对于4月那场4小时大战，他没说紧张，只说期待。这话听着平淡，但懂行的人都明白，能把高压赛事当成期待的人，早就把恐惧消化在平时的每一圈练习里了。不管外界怎么定义他，他心里那本账比谁都清楚。赛车这条路没有捷径，只有刹车点、油门开度、心率曲线和无数次跟极限的擦肩而过。就像他曾经扔在围场里的那句“我不是来玩的”，不是一句口号，是刻在骨头里的职业信仰。说实话，写到这儿我反倒不觉得他需要证明什么了。当一个人愿意把热爱熬成日常，把日常磨成专业，时间自然会给他答案。赛道不会说谎，而王一博早就在用方向盘写自己的履历了。